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影片。有没有曾经想过，是不是自己疯了？会纠结于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或适当信任他人吗？会不会觉得除了自己，其他人都看明白了？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自责很容易，但是一个人的成长方式也会影响到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，以及如何处理情绪。每个人成长经历都对他的人生有着深远影响。通过坦诚地看待父母是如何对待自己的，兄弟姐妹间的关系，以及自己整个家庭动态，可能就会发现有毒的迹象，但那时并没有意识到。如果有下面6个迹象中的任何一个，那就并不是你疯了，而是你的成长环境太疯狂了。1. 有条件的爱。有没有觉得父母只有在自己成功的时候才对自己好，他们只在自己方便的时候才会对孩子倾注爱和感情，但一旦出了问题，他们对待孩子就像对待失望一样，所有爱和感情都消失了。当父母有条件的爱你，就意味着他们在如何给予他们对你的爱上附加了条件、限制或规则。当这些没有满足时，父母可能会用言语辱骂来报复，或冷战对待。在极端情况下，他们还可能会以身体虐待作为回应，这可能会让你认为你必须赢得另一个人的爱，你可能是一个长期取悦他人或更容易被利用的人。如果把这一点联系起来，你没有疯，正是父母的有条件的爱导致了你对他的许多误解。要记住，真爱是无条件的，无需付出任何代价。2. 负罪感。父母有没有经常说，如果真的在乎我，你就会，或者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就这样报答我？当父母用内疚感驱使孩子为他们做事时，就会导致孩子对爱的误解，认为爱是应该得到回报的。友好总是伴随着优点，或者与感觉做斗争，就像自己是别人的负担，包括是自己家人的负担。要求尊重不应该是父母强加在孩子头上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在接受善意和信任他人的过程中挣扎，这并不糟糕，或是这个人疯了，这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养成的负罪感在作祟。3. 承担责任。当你的父母和你争吵时，他们有没有承认过错误，或真诚地向你道歉？他们会对自己负责吗？他们会对你负责吗？有些父母很难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尤其是因为当你比他们年轻，如果你试图挑战他们，他们可能会很自傲，不想让你伤害他们的自尊，不想感谢你，也不想尊重你。不管父母是好是坏，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，也是榜样之一。如果他们总是挣扎着承认错误，那孩子可能已经将其内化为当权者应该如何对待自己，也接受乐当权力平衡时当权者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事实。长大后可能很难承认错误，为自己的言行负责。4. 竞争游戏。在成长中，父母有没有说过类似于你为什么就不能更像某某这样比较的话呢？或者当你姐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搞定了。父母应该无条件的爱孩子，支持孩子，但如果在孩子童年时代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，并且经常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做比较，孩子可能就会认为所有形式的爱都是这样的。发现有些人过于争强好胜，容易嫉妒别人，缺乏自尊，还可能会怨恨兄弟姐妹和其他看起来更有成就的人。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要知道成就并不能定义你的价值，你并不糟糕。5. 突出缺陷和不安全感。当父母批评你的时候，听起来是否像是他们在描述自己？父母似乎把他们不喜欢自己的一切都投射到你身上了吗？这可能是一种转移和积极避免自己缺点的方法，因为他们只是不想面对自己的缺点。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不会意识到这是父母在做的事，但当被如此挑剔的眼光看待时，自尊会受到严重的影响，可能会经历自我厌恶、焦虑或抑郁的感觉。但你不是你的父母，也不需要对他们的缺点负责，你也有能力放手，继续前进。6. 过度控制行为。是否觉得父母一直在关注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？他们会不会总是参与到你的工作中？需要知道你在和谁交谈，你穿什么衣服，你要去哪里？父母有保护孩子的本能，当这种本能侵犯到孩子的隐私时，他可能会太过头了。孩子可能会对父母和他们过度控制的行为感到窒息，可能会对父母隐瞒一些事情，这样就不会被父母发现，
或者在孩子10几岁的时候反抗过父母，或者孩子在父母的庇护下更容易被利用。过度控制行为是造成父母与子女关系紧张的最大原因之一，所以如果你也在挣扎，你没有疯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有这些迹象吗？如果有，哪些是你印象最深的？有时父母对孩子来说是有害的，会在情感上伤害孩子，他们可能甚至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以有毒的方式对待孩子的。虽然他们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，但父母抚养孩子的方式确实会对孩子产生重大影响。谁都不必为自己的成长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自责，这很难内化，但谁也不是糟糕的、疯狂的、不值得爱的。如果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，你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。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